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赛斯资料的健康之道。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第1章的第6部分也就是1984年1月14日从这一节开始。那这一天呢是星期六下午4点31分。那沙莱罗说今天的天气比较暖和，是33度，而冰和雪都在融化33度就是摄氏0度以上了0度左右。今天早上我在准备我们1983年所得税的最后的版本，并将于星期一早上将它们寄给我们的会计师。我将珍的眉笔带到330房间给他。在3点15分，珍在涂上口红以后照了照镜子，他甚至露出了微笑既然我该微笑这也是很少有的，而做得很好露出了微笑。我用眉笔替他把眉毛描深一些，他看来很好。到了3点25分，我走到走廊的另一端307房间去看乔治亚但他睡着了。今天经过时，我瞄了他病房一下，他的床是空的，虽然有2个人坐在房间里聊天。3点32分，珍抽完烟，而我整理信件。3点45分，珍开始读昨天的课，而一开始做得非常好他就视力已经恢复了很多了他读得非常快，他被来测生命迹象的人打断了，体温是 97.3 度。到了3点57分他回到了读课文的这个课文上但现在他的步调没有那么快而稳了。他说他的眼睛在发生变化就不像刚才那么清楚了。到了4点02分，珍停止了阅读，他几乎看不清课文了。过了一会儿，他继续时断时续的阅读。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个绝佳的展示，关于赛斯所说的他的眼睛在改变的这种方式。他的眼睛正上移到一个视力改进的新水平你看在短短的15分钟他的这个变化在15分钟之内，他的视力刚开始特别好快速的阅读。等到4点02分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看不清字了一个人的视力可以在短短的这个15分钟之内有这么大的变化到了4点07分的时候，珍休息了一下抽了一根烟。他在4点10几分继续而读完了这个上一节而在结尾时读得好了很多。所以说你看到4点02分到4点07分中间只隔了5分钟他又可以阅读了所以说真的这个视力时好时坏就像赛斯前面几节讲过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大概都知道了这个是不断的改变的。到了4点25分现在珍告诉罗今天稍早的时候，他如何想象自己去安菲格兰去那玩。他说他想象自己在公园以及池塘周边散步和爬坡你看他想象自己在公园和池塘散步和爬坡，这些都是他想象的他做得非常好这是非常好的一点所以说我们要想恢复的时候，要学会用这种方法。整个健康之道它虽然琐碎的事情很多，生活的事情很多，但是这些生活和琐碎这里面，然后后面的赛斯会加以一定的解释和确定这样在我们应用在日常生活的自我疗愈当中都是非常有益和帮助的。你看他仅仅想象自己在公园和池塘里散步和爬坡，但是随后后面他做的就不对了他变得抑郁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着他要能做到正常的散步和爬坡之前，还必须要经历所有的一切，就是这些治疗恢复康复这是他越想越沮丧因为他现在的病得很严重嘛，身体几乎都蜷曲在一起了。他想
那离正常的走路还有多远啊？他怕这个中间的过程了，害怕了，所以要做完所有那些玩意儿，而不让自己滑落过边缘，真的是难极了。他说，如果想到正常散步和爬坡的阶段，我还要经历康复的每一个阶段，而在每一个阶段，我还要保证自己做的正确就像刚才那样有正确的想象，而且要每一个步骤都是正确无误的，而不至于滑落到边缘，就是不至于失败，不至于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而让这个康复就是前功尽弃。这是他觉得太难了这个康复到自然的行走，他觉得太难了。你看这样的一个点让他抑郁起来，其实这个点也是他不应该有的就赛斯反复强调，就是你只想这个过程只想这个结果就行了，你不要想这个过程怎么去实现的，因为你想过程怎么实现，你就被难住了你就不敢往下走了，而且这个也会阻碍你实现。我们在海南的线下课，不论是财富共创还是21天心灵美容术也通过练习反复的强化大家的这些点通过那些练习强化大家对这个过程尽量少的关注，甚至不关注只强调你最终想要的结果。他说，我在滑落的边缘也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你觉知正在发生什么，而采取步骤，不让自己被它带来的失落抑郁情绪里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甚至也不是完美的这是前面是他说的，后面这段是鲁伯说的不说，这罗说的下面这段是罗在安慰他。罗说，我说滑落也没关系如果你觉知正在发生什么能够采取步骤，不要滑落就行了，不让自己被他带着失落带到这种抑郁的情绪里头来说这才是关键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甚至也不是完美的罗在安慰他这个安慰呢起到了很少的作用其实他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不用关心这个过程不用担心在这个疗愈过程当中自己会有做不好的地方，或者是退转的地方都不用担心的。卡琳娜今天大半时间都很安静卡琳娜就是隔壁病房那个俄国的大喊大叫的，虽然有时候会出声我认为真的赛斯之声比平常要更强大且正面，有时相对的加重了语气他说，现在我再次祝你们平安这赛斯过来了。赛斯说，我只现身短短一会儿为的是加速那些对疗愈能量进行的有益的如此有益的这些坐标点就是真在想象中去公园里爬山走路爬坡，这些都是他的疗愈中非常有益的坐标点。赛斯说，我来只待一小会儿，就是为了强化这些点真的这些做得好的地方，赛斯总是及时的给予肯定然后让真继续做下去。他说，鲁伯的精神性练习做得非常好，就是想象中的练习他说不比寻常的好比寻常还要好非常好。除了几项以外但是有几项做得不好，他直接指出来了当他确实让自怜紧抓不放时，集中注意力在他真心喜欢的那些人生乐趣上是极重要的。他说，真不应该有自怜的情绪这在生活中不仅是真，很多人都有这种自怜的情绪，这个不要有自怜情绪是自己康复的路上的一个绊脚石千万不要自爱自怜的这种形式然后呢，
你不自怜，你正确的做法应该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在做那些真心喜欢的人生乐趣上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好吃的食物啊，去吃一顿好吃的，或者去吃一些美食，以及再度的体验阅读之乐啊，就体验阅读的乐趣。真本来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啊，读几本好书也行。创意思维的喜悦啊，就是有创造性的，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事情，哪怕只是在脑海中想象的创造也是可以的啊。朋友之乐等等啊，朋友之间的拜访、聊天啊，都是有好处的。这些啊，都比他自爱自怜要好很多啊。因为那个利益随之会增加，不止100倍，记住，不止100倍。啊，就这些做这些喜欢的事情的好处啊，它的不仅仅是一个开心啦、喜悦啦，啊，他说比那个增加不止100倍。所有必要的进步啊，的确都发生在他的精神和身体的经验内，无形无色的活动层面上。赛斯再次强调啊，他的康复不仅体现在身体上，也体现在他的精神，还有很多自己看不见的，比如说化学层面、电磁层面、声音层面、感官层面，各个层面有很多很多层面，但这些都会对他的康复有作用。啊，像他一直那样啊，遵循下去，就是把以前的赛斯跟他提的建议都做下去。啊，将真的能自己站起来啊！这是赛斯再次肯定，如果他把赛斯给他的建议啊，就是比如说精神性的练习啊、想象的练习啊、想象自己康复了再走路啊等等，真的能让自己站起来啊！他要带着一些信心走路啊，走路的时候带着一些信心，不过他必须对这一点有信心，就是自己能够康复。啊，自己完全能够再次走路有信心。他说，而再次的不去担心它如何发生，就不用担心它这个过程啊，这是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希望我们在康复的时候啊，一样不用担心，哎，我这个病这么重，我怎么才能康复啊？那按照医生的说法，我康复不了了呀，啊，我这个康复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啊。等等啊，不用想它，所以说我们要一定啊，从这个核心上啊来下功夫，就是不要关心过程啊，只关心你想的结果。他说，意识心，你的意识心啊，就是你的那个英文的那个 mind 啊，能够指挥身体的活动。你的心可以指挥身体，而单啊。身体意识就是我们有单独的一个身体意识，除了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头脑啊，还有个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它是专门管你身体的所有的啊，它有个单独的意识，就是来管理你的心跳、血压、身体细胞，所有的身体的事情都由这个身体意识管理。他说，单的身体意识就能做出那些带来生命和动力的活动啊，就单的身体意识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你只要用你的意识心去调动你的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它能够去调动你的细胞，让你完全的康复，你要是用大脑去想你怎么康复，是想不通的，因为它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你大脑的思维的东西。它的康复的过程，如果用逻辑来讲，确实是不符合逻辑，所以说你就不要从逻辑上去想这个问题了。我已经告诉你它不符合逻辑了，那你再用逻辑去想我怎么才能好，那没有意义。赛斯这里头说的是同样的意思，他说用身体的意识让你身体的康复的这个过程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啊，也不能用你们的三维的意识来能理解的，所以说你就不要去理解这个了，你就放心的交给你的身体意识，只想告诉自己我要康复，我要像正常人那样去散步去爬坡就行了。这个意思啊，它不仅能带来生命，还能带来活力啊，带来活动，让你身体康复
赛斯这说到这就结束了啊。他到了3:47啊，他说告诉珍这一小小的一课啊，小小的这一节课非常棒啊，的确是的，我认为它包含了非常正面和充满希望的资料啊，不知为什么他真的啊就真的恰中目标啊，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个赛斯这段话真的是恰中目标，真也很欢喜。而我在晚餐后又重新把这一段读给他听啊，他是为了增强真的这个信心啊。当我们在用晚餐的时候，电话响了，是约翰·本巴罗，我们在坡居对面的邻居啊，他现在的邻居，他邀我和他的女儿这个 Lisa 一起共进晚餐啊，就是今天晚上让他去一块吃饭啊。现在我在8:15打完这一节，准备过皮纳可就是丘顶路去赴约真好好睡我爱你，这是他最后的，就是他回到家之后把这个短短的这一节课打完，然后8:15去了那个约翰·本巴罗的这个家里去赴约，因为他邀请本巴罗把他的女儿叫上想跟他一块聊聊这是1月14日。那我们看看1月15日的这个内容。1月15日是星期天下午4:41。昨晚非常的寒冷，而当我今天离开家去330房间的时候，仍然只有18度，华氏18度，就零下了今早我完成了我们在1983年所得税的最后的申报工作，其余的时间我用在做梦进化与价值完成。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没做别的这几乎半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在做一些跟报税相关的工作通过这件事情你也知道，在美国的报税尤其是像他们俩有了收入之后，有了版税有了各种这样的收入他要去做这个工作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你看他连续几乎每天上午都做他到15号做完了。不过当我刚回去做这样一个方案的时候，中断令我感觉自己离所想做的好遥远这个中断，他中断了一段时间，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他再回去做梦演化与价值完成的时候，他觉得离得好远。真说乔治亚塞西就是他307房间的今天早上过来看他，并且借走了另一包烟这些小细节今晨一个名叫盖伊的护士洗了真的头发，我告诉我太太她的头发很好看，不过真照了镜子却并不同意并不觉得好看。不过她倒是承认她的头发并不白而是灰白色的。在涂上口红后，真做了对着镜子微笑的动作。今早更早时，盖伊以眉笔加深了他的眉毛。午餐后，真告诉我，今天凌晨3点半的时候他被安装了一个新的静脉注射留置管，没有困难，但在本楼层的护士在照顾他时有好几次把他给拉松了，他需要安装一个新的今天上午就没有做水疗。昨天晚上靠他们的一个护士叫卡拉的帮助，真2次试图打电话跟罗联系，但罗是直到了半夜时分，午夜时才从约翰的家里回来。我们有顿美味的晚宴这个事情其实也从侧面反映罗在长期的既照顾真的生活在医院里陪他，同时还要记录健康之道，同时还要去报税和整理梦演化与价值完成上一本书的内容。在整个过程当中，罗其实也是很辛苦的。那他好不容易有一个夜晚可以跟大家跟他的一些朋友
邻居啊放松一下，所以说他吃得很晚啊，一直到半夜才回来。可这中间真还给他打了2次电话啊，他都没有接到。我到3点左右啊，心怀忧虑的醒来啊，而后回到床上之前啊，坐了约1个小时啊。他半夜醒了，他12点多才回来啊，然后他凌晨3点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坐在那里坐了1个小时啊，睡不着，然后到4点钟才去睡觉啊。然后他用摆锤做了测试啊，看自己为什么睡不着啊。摆锤告诉他，他是因为耽搁了写梦演化与价值完成而心烦啊，他很烦躁啊，他觉得他不应该耽误啊，他应该尽快的把报税的事情弄完啊，早早的开始准备啊。到了2点50分啊，真开始读昨天的课。他说的是下午2点50分啊，真开始读昨天的课，做得相当好。他在一个良好的阅读后，在3点05分读完。当我试图专注在邮件上时，他抽了一根烟。但我做得不好，我有点困啊。他是没好好睡啊，你看他3点多就半夜爬起来，4点钟再次睡，中间又隔了1个小时。他12点多才从朋友家回来啊，邻居家回来。从4点到4点07分，人们来测真的生命体征现象啊，一般主要就是测测体温、测测血压啊，有点高啊，他的体温是99度啊，确实有点高了啊，到了100度就已经算发烧了啊，很比较高的烧了。所以说我们能知道现在真处在一个发这个烧的状态，它有点高啊，但真觉得没问题啊。我正开始想他不会上课了，他告诉我拿纸和笔来。现在我再次祝你们午安。我再一次的短暂的显示自己这个赛斯说，我再一次的短暂的显示自己，为的是启动那些在疗愈过程当中如此重要的这些坐标赛斯说，我来就是为了强化你们在疗愈过程中那些有益的对真的身体的恢复疗愈有帮助的那些点。叫鲁伯告诉他的手臂和腿让鲁伯跟他的手臂和腿发命令，他们是完全可以伸直的伸展的和弯曲的这就是让鲁伯直接给他的身体和腿就是手臂和腿下命令，并用他们正常移动的能力时，是个极佳的主意让他们告诉他们可以正常的移动。那个暗示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他用的非常好鲁伯也做得非常好，他的双手的确开始加速进步了，尤其是右手，因此手指开始可以伸直了。他以前的手指都伸不直，你想一个人的手指长期卷曲眼睛的动作快速改变，显示出就是他眼睛也快速恢复了显示出什么？同样在身体所有其他部分发生的肌肉动作和反应的快速性赛斯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眼睛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快速好，快速不好，就可以再来回变化眼睛的肌肉可以快速变化，其实就暗示着他什么？他的肌肉其他身体的肌肉，比如说手腕、手指、腿也可以这样快速的好转。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好转的时候，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经常告诉我们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康复有的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他用真的眼睛忽好忽坏，就表明真的忽好忽坏，就证明他眼部肌肉嘛在调节嘛，看不清就是肌肉调节失效了他说真的眼睛可以忽好忽坏，就证明他的肌肉可以忽好忽坏，是一样的
他若能一次或2次回忆起在丛林健身房就是这个 Jungle Gym 这个丛林健身房就是一个健身，在纽约州的韦斯特，我弟弟和比尔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个地方他说赛斯告诉珍，他如果能1次或者2次回忆起在这个丛林健身房里面，以及记起他第一次身体站不稳的时候，他在那个健身房是第一次身体站不稳，他说会是个好主意会是个好主意。什么好主意？他没有展开说他的意思是珍在丛林健身房，在很早很早以前，他跟罗一块去健身的时候，罗是第一次注意到珍的动作有蹒跚的部分就是那时候还很年轻但是有蹒跚的这个动作，第一次站不稳了。然后赛斯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能够回忆起那个时间点的话，他可以从那个点往前推，也就是在那个点之后，他的身体开始逐渐的显示出虽然非常的缓慢的显示出开始身体受到了限制，但是那个点之前真的身体一直是正常的，身体机能也是一直是正常的。赛斯的意思是你回到那一点，开始去想你之前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回忆到在这个蹒跚第一次站不稳之前，他应该是正常的状态。如果他能随之叫他想象自己不蹒跚却继续在健身房里活动的样子他自己想这个动作那样的话他也在修复过去他在修复过去，记住他在修复过去。赛斯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站不稳，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往前推，他就是没有站不稳的现象，他的一生中都没有站不稳的现象，让他回忆他那个前半生没有任何的身体状况的时候在正常的健身、正常的跑步、正常的运动的时候他让他去想这个。他说单单的这样的一个回忆就可以改变过去。改变什么过去？改变他在那个健身房第一次站不稳的那个过去。如果没有他第一次在健身房站不稳那个过去，那后面的很多的身体的恶化就不会出现，也就是真会切换他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身体，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身体，而没有跟这一次的身体做链接，就是这一次身体受到了限制手指卷曲、胳膊卷曲、腿卷曲这一点其实就是用赛斯暗示他用当下就是威力之点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他回到过去去改变过去但是他好像没有说的太强调但是他确实说的很清楚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时候，说清楚并不等于对方就能听懂或者就听到，有的时候是需要强调，除非对方是非常认真的听你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要说清楚就可以了。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人们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不是在用心的聆听，他在想他的事情，他脑子里在转，他想表达什么，他在反映什么，他在思考什么，他不是把脑子清空了在听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听见对他有用的或者他想听到的对那些其他的他都直接忽略了他说不过如果他能他难以做到这个练习就算了却继续他自己安全的暗示他说如果他做不到那也没有办法他说那就算了。其实真能做到吗？真能做到真的想象力这么强，他的感官能力超感官也打开了一部分内在感官也打开了一部分，让他想象他正常的状态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赛斯觉得可能真这个时候不见得会做，也可能做不到。他说如果真做不到呢，就不用逼他，让他先做他前天做的那个就是他前一天做的那个，就是回忆在或者想象自己在公园里散步也是可以的先别说去健身房里健身了
他让他健身的目的是让他找到这种力量感啊，这个力量感是很关键的，内在生命的活力和力量感啊，会加速他的康复。而他仅仅只是想到自己散步啊、爬坡啊，还不能足以让真完全的恢复到最健康的状态。因为有些病人或者这些身体不健康的人，他也可以散步啊，他也可以在公园爬坡啊，但是一个真正去健身房健身的人啊，那绝对是完全健康的一个人，才能做那些健身房里的那些动作和运动啊。赛斯是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说做不到这一步，可以先做前面那个也可以啊。我也许这就赛斯就离开了啊，但是每次这本书的每次他都会用这句话作为一个结尾啊。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啊。他说好的，谢谢你啊。直到4点47分啊，这就结束了。今天下午稍早，真给我看他的右手啊，他的右手这个卷曲的手指啊，如何真正的松弛了一些。就像赛斯跟他说的，他右手恢复的特别好啊。我曾替他2只手都关节上抹上了一些恢复的一些药膏啊，这恢复的药膏啊。而我注意到了有一阵子了啊，他的左手的手腕和手背发生了改变啊。这他不仅右手变好了，他的左手也变好了啊。今晚当我在晚餐前替他翻身的时候，他的右手臂的手肘移动的相当的自由和放松。你看他的右手肘胳膊肘已经非常的轻松的移动自由放松了啊。他的右边的膝盖也变得越来越好了啊，右边的膝盖也好。他不仅胳膊肘好了，膝盖也开始好了啊。所以这个无价的改变，记住罗用了一个无价的改变，继续在发生着啊。这对真来说就是一个无价的改变，继续在发生着啊。对罗来说是非常的惊喜啊，证明真的身体在康复啊，在痊愈。如果他的所有的关节能够自由活动的话，他就可以下地走路了啊。与他一同念了这个祈祷文之后我于7点07分离开真。在我出去的路上，我对307房间里的 Georgia 挥手但是他有访客所以就没有停留。我俩都立刻记起来，在韦伯斯特湖边公园的丛林健身房，有个丛林健身房那么多年以前，我们在那儿第一次注意到真的身体动作中有蹒跚。不过今天当赛斯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真仿佛并不难过。所以也许现在我们能将那个记忆好好的加以积极的利用，就是从那个记忆开始往前推，去改变那个事实就改变那个过去。这是赛斯希望真做的，就是从他的第一次身体不稳有蹒跚开始，从那一点开始改变过去在前面几节里头他们讨论过改变过去的这个话题这次他再次谈到了。好，我们看下一节因为这几节都非常短我们就把几节合在一起1984年的1月16号星期一下午4点23分。昨天晚上非常冷，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依然是零下5度。你想想非常冷它是华氏华氏零下5度那已经非常冷了，应该在零下20多度的样子应该是我今天中午离开家去330房间的时候，气温才不过10度我打好一封给律师的信，与我们的税跟他报税有关的他今天中午就寄出了。我后来告诉真，我需要有关由这个莱德卡德维尔接受捐款的资料，就是他需要一些资料，补充资料。我猜想这种款项是要上税的，因为合法所以为合法避免重税而损失太多的款项，真和我需要律师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在美国报税的时候
都可以利用合法避税的方式减少自己的税款，因为税款会直接减少你的收入嘛。比如说你一年收入10万，那交税交了3万，那你就只剩7万了啊。如果你通过合法避税那比如说你只交了2万，那你就剩下8万就多了1万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它叫合法避税。我说可能我们永远都看不到那笔钱了就可能会被税扣掉了对，这个是他想说的这个莱德卡特威尔也许必须为我们付账。为他们付账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其实这个钱不应该对方付但是对方却要付。就如果对方给他们捐款，根据美国的法律，这个接受捐款方他得是一个慈善机构，那捐款方呢，就是捐钱的那个人呢，可以减免自己的税款，就可以对方可以免税如果你这边不是一个慈善机构，那他捐给你钱税务局是不承认的税务局是不会减免的在很低的金额下是可以的比如说捐个几千块钱，这是可以减免的。如果你成千上万的捐那就不行了所以说他现在担心，如果他不能提供一些资料，或者他的律师不能提供一些资料让对方免税的话，那对方可能自己还要额外的付税款无论如何，我想捐款者可以申报减免额。他希望那些给他捐钱的人可以减免税款。真吃了一个好的午餐之后，他描述了一连串昨晚我们离开后他有的经验。他罗走了以后发生了他们大约发生在8点15分左右8点15分他们的医院的员工进来替他翻身侧卧之前，很难描写他所告诉我的这他不太好用语言说并且会用掉许多的字句和许多的时间，就真给他讲了很多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写出来，但他不可能了我想他在有些经验中是形形色色不同的意识转变的状态的，而在其他的经验中则是处于做梦的状态的罗说这一段内容非常多他特别多他在这个过程中呢，真应该是在不同的意识转化过程中，就从这个意识转到不同的意识，也有一部分呢是处在做梦的状态这8点15分这个过程，他有时候是在做梦，有时是在不同的意识转换真就开始描述，一开始的时候，真发现自己是个小女孩你可以把这段既理解为梦，也可以理解为梦和意识转换的混合体在他长大的这个萨拉托加温泉市的圣克莱门天主教堂以及学校的街游戏场的秋千上当她小女孩的时候，我向下看，而看到我穿着黑鞋白袜，像小孩穿的那样像我在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样子在这儿有一刻，他认为自己只有4岁大他觉得那时候自己大概4岁。他说他知道自己在游戏场时正在做的那些事然后他发现自己在一个浴缸温水里很快下一个情景切换，他到了温泉里头了到了浴缸里面泡温水了在他充满了性感的肉欲感受里头这时候他又突然切换到一个肉欲的感受，泡在浴缸里尤其是他的阴部一种肉欲的感受性感的肉欲感受。我突然悟到，就是真说我突然了悟到，我正在幻想那个水他正在幻想那个温水就是他这个浴缸里的温水。我事实上在医院病床上，他说其实我是在病床上的，然而我想无论如何我在这儿可以有只小猫他躺在病床上，但是他幻想他躺在浴缸的温水里浑身充满了这种性感的肉欲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肉欲高涨的这个情欲高涨的状态然后他接着又想，那我在医院里我最好能有一只小猫他说我们有2个房间，而罗可以把小猫藏起来
啊，他的医院里头有2个房间，他可以把猫藏在另一个房间，并且将猫砂盆也可以藏起来。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不知道罗是怎么把猫砂盆和猫都能藏起来，不让医院发现，医院里不能养猫的啊。这是第2个场景。第3个场景，接着真说，他正试着在我们的埃尔梅拉的这个坡居里找到一个收音机啊，或录音机。他第3个场景就回到他现在住的房子里啊，在住院之前他住的房子里，他去找收音机和录音机，因此可以借给住在北边离我们车程1个小时的这个苏华琼斯啊。苏华琼斯也写了2本书，叫《与赛斯对话》啊。这苏也是参加真的那个 ESP 班的那个学员，他们在这个几年的这个 ESP 班里头啊，苏其实更多的是把那个 ESP 班里的一些内容啊，他记录下来了啊，他也出版了2本书啊。在真搜寻这个收音机和录音机的时候，突然他发现很多小洞，塞满了小小的珠宝啊和装饰品。真知道全是他的，而且很高兴的知道这一点啊，很开心啊。然后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在搞录音机啊。他发现自己在某个像货车车厢的东西里啊，货车的卡车，就是那个卡车啊，皮卡的货箱里啊。而他也是在一个播放录音带的机器的底盘里啊。而这个卡车呢，又是在一个播放着录音机的汽车底盘里啊，这很有意思的啊。而在这样的一个底盘里面啊，真和苏上上下下绕着那些美丽的珠宝般的绿色的山丘在行走啊。在这个底盘里面啊，像录音机的那样的一个底盘里面啊，他们在里面行走啊，绿色的像珠宝一般的那种绿色啊，有一些绿色真的像珠宝一样啊，翡翠珠宝一样的绿啊。他在那样的山丘上行走啊，真是迷人极了，他说。然后真看到他自己巨大的面孔，巨大的脸啊，就像东升旭日般的朝下看着眼里的一切。珠宝的颜色啊，珠宝在这种会焕发，就是那个绿色的山丘就像珠宝一样闪发出那个翡翠一般的颜色啊。看着苏还有真自己啊，以及这个载具啊，载具就是这个底盘，这个底盘是由一个像录音机一样的机器组成的底盘啊。在那个经验当中，真并没有真正的看到赛斯，他只是知道苏在那儿跟赛斯说话啊，然后那段不是跟赛斯尔，在跟真说话啊，这个他是女字边的他啊，他只是觉得苏在跟他说话，然后呢，那段旅程变得远较不清晰啊，就突然遥远了起来啊，这个旅程，而他正在试着想出要借给苏什么，他记不起来了。他本来想借给苏录音机的啊，但是在那个当下啊，他想不起来了。记住啊，这时候他已经有多意识焦点啊产生了。这里头有很多个意识焦点，一个就是他记得他要借给苏一个录音机，这是一个意识焦点。那第2个意识焦点是什么？他在找录音机啊，找录音机的时候，他发现很多小洞里面很多珠宝，他就跟那个珠宝啊欣赏了一会儿，很开心啊。然后不知怎么的啊，他又有一个意识焦点，他在一个录音机做的卡车底盘的卡车的车厢里面。再一个焦点，他突然看见自己和苏在这个卡车底盘这个机器的录音的一样的机器里面有很多绿色的像翡翠珠宝一样的这种色彩美丽的山丘里面，他跟苏在里面走来走去爬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又一个焦点的时候，他又看见自己一张大脸
像太阳一样，像旭日东升一般，从天上看着他和苏，这又多出一个焦点来。等到这一层一层的，最后这些焦点慢慢远去的时候，意识变得模糊之后，等他开始回到前面这个他要借给苏录音机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他已经想不起来他要借给苏什么东西了。这里面的意识，你可以看到他在意识的不同的层面和深度上这是他的一个神奇的经历。在3点10分我清洁了真的眼镜，给他涂上了口红，然后看入我替他拿的这个镜子就给他拿了一个照的镜子。他甚至自己自动的要这样做他自己要照镜子。他笑了虽然短短的笑了一下真对着镜子笑了一下然后罗笑了出来告诉他说，他的行为令我想起今天早上我们的猫当天这么冷的时候，他的猫就是比利和咪子是他的2只猫，他俩才刚由厨房的窗子走到野餐的桌上，便马上转身跳回到屋子来。我怀疑我太太是否认为这个是比较很幽默的。特别因为外面太冷了零下几度，华氏零下几度。他的2只猫想到野外去的时候还没到野外，只是跳到野餐桌上就是那个院子里，就立刻跳回来了因为太冷了他就觉得很好笑3点38分真试图解读昨天试图读昨天的课，却有很多的困难。他在一阵阵的视力清晰的瞬间他视力清晰只是很短的时间，他在这个视力清晰的瞬间阅读了一点，然后他说天哪，真可怕他说当我那样做的时候，我被吓坏了任何人都会吓坏的。吓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在视力模糊的这个状态下，居然中间有视力那么清晰的状态虽然这个时间很短他就觉得很神奇不可能的他将课搁在了一边抽了一下烟，然后卡拉进来测了他的体温98度好了一些。戴安娜给他测了血压。4点钟，真再度尝试读课文，还是没有办法读。他说气死我了我忘了告诉你，今天早上他们验了血，不过他们抽血只是为了甲状腺，在早餐之后而其他的测试他们必须要在你吃东西之前一般验血都是在吃东西之前才能抽血所以他们也许明天早上还会回来。至少这是几周以来的第一次验血最近几周第一次来验血。4点05分，最后我读课文给真听，他读不了吗？真读不了，罗就给他读。他在开始念今天的课文之前，他还抽了一根烟。然后这时候赛斯就来了，赛斯说我又祝你们午安这一节有很多的停顿然后赛斯就直接说，在昨夜的这个经验里头，就是真跟他分享的昨天那个几个意识的转换和梦境的那个过程他说鲁伯展示了意识之机动性的一个绝佳的例子意识的机动性就是意识的灵活性，意识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去运作疗愈也发生在意识的不同层面上他说疗愈不仅是在他现在的这个身体意识上，或者他的一个更高的现在的这个心智上在其他的意识层面上疗愈也在发生。比如说他停顿良久，总的来说鲁伯的经验触及了许多那些层面，很多意识层面，在每个既定的层面便利了疗愈的过程，在每一个层面都对他的疗愈有好处。他说卡车车厢的这个插曲代表了肉体经验的一个层面上的生活就是肉体一个层面上的生活，纵使当它也同时存在由山顶窥视观察其进程的那个巨大尺寸的自己的时候，那是对在观察且引导肉身自存在的无限的内我之一个绝佳的描写或者画像他们说这可以画一幅很大的画画一幅伟大的画。赛斯这段话的解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真
在梦境当中看到自己从天上往下看自己，他说那个天上的自己就像一个内在的自己，而那个卡车的车厢那个载具就表明，因为卡车代表着一种运动很快嘛，卡车总比人跑得快嘛，运动跑得很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对，他说这是你可以把卡车想象成他的一种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呢可以运动得很好，可以康复自己，可以在那个绿色的山丘上跑上跑下。他说一个内在的自己从天上看着身体的意识，就是那个卡车的那个可以象征性是他身体的意识跑得很快的那种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他说这样的话相当于内在的自己从天上在告诉自己的身体意识可以很快的恢复，可以康复的。先前的插曲的这个性感画面他说在那个浴缸里的画面的确代表了提高了性能力以及愉悦的面向他表明的真的性能力和这个通过性来愉悦自己的能力在恢复在提升。在最早的这个插曲里头，鲁伯体验到了一个小孩的身体的健康和喜悦，因为小孩是非常健康的喜悦的荡秋千嘛，说这个珍妮在体验这个，带着他天真的自发性，小孩的身体健康是天然的自发的这个允许他与童年的早期活力和接触，可以跟他4岁的自己的这个年轻的活力做链接，也是对他的康复有作用的，并且是以感官的方式而不是一个记忆就是通过自己变成小女孩的这个身体的方式来获得的，而不是通过回忆获得的，这个效果会非常好的生动且积极的色彩，就是指的那个像珠宝一样的绿色的山这种颜色是非常好看的，有助于提醒他的眼睛的感知非常明亮色彩的能力这个能力也启动了他的眼睛的神经和肌肉，也是在恢复的，提醒了他们其自然的能力，他天然就能看到这种亮丽的色彩。卡车车厢的元素除了已给的解释之外，他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也代表了身体作为一个载具，身体就像一个车一样轻易的而敏捷的移动这个载具在英文里头就是车的意思就是那 vehicle， 我们翻译成叫载具，在国外就是当车讲车辆讲当然它的学名或者它的本意就是载具轻易而敏捷的移动整个插曲显示心智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借由利用不止一个层面的意识，看你的心智不仅用一个层面的意识，还用多种层面的意识，比如说用卡车作为一个象征性来代表，而导出新的经验卡车移动的非常快嘛，而鲁伯快乐地发现他的小小的珠宝事物代表着日常生活中微小却非常有价值的愉悦，那是他现在正在重新找回来的在生活中发现点滴的愉悦是对他的康复也非常重要的。然后赛斯就离开了。这时候罗赶紧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他开始问问题赛斯说你可以。然后罗就问，真发现自己在一个录音机里他自己在一个录音机里，并且跟苏在一起有什么关联吗？这有什么联系吗？苏写过2部与赛斯对话的书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吗？然后赛斯说，苏代表鲁伯的某个部分他写作的自己的那个部分他表示鲁伯人格的通灵的那个部分在帮忙写作的那部分他的意思是说，苏在那个梦境就是真在梦境里头，他跟苏在一块爬山嘛在一块在那个录音机里头，他说这个是表示着苏代表了真写作的那个部分的自己，在梦中他们俩在一起，代表着通灵的这个真再去帮助写作的那个真苏就是代表着写作的那个真的一个化身他代表他来帮助他，并让他们分享通灵的知识和经验就是让苏通过写作来分享通灵的知识和经验。然后在一个长长的停顿之后，罗说，就到此就这点吗？没了吗？他
他以为他会说很多啊，然后真说是的，没有了啊。在4点38分，我跟真说，在那一点结束的此节让他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们仍一直在等赛斯回答我关于真在录音机里面的问题。真也很惊讶，因为他们并没有想到啊那部分的问题啊，并没有听到那部分的问题，就没有赛斯没有解答啊。我没有大声说话啊，也许赛斯下次可以谈到他啊，赛斯也许下次可以捡到。我告诉真，录音机显然是一种通讯的器材，所以关联性可能在那儿啊。他在想赛斯给出一些更有深意的关联性来啊，因为录音机嘛啊，他们干的很多事是不是都像录音机的工作？赛斯过来，然后罗记录下来，然后再整理成文字，这个是录音机就可以干的。然后罗觉得这个录音机可能还更有深意，他想让赛斯展开解读一下，但结果赛斯没有啊，没说啊。他如果赛斯能够评论啊，真的经验里头的小猫，以及啊还有小猫的象征性的话，应该也很有意思啊。我在5点啊走了出去，到停车场把车子先发动上，让它暖和一下。天气那么冷啊，他说我回来之后替真把身翻好，并且有那个欧蕾替他按摩之后啊，真给我看他右手是如何仍在放松的这个卷曲的手指，他的右手原来那个卷曲手指现在是在放松的，他给罗显示，你看我还很放松的，就像昨天已经开始好转的那样。他的右手手肘动作也非常不错啊，胳膊肘动作也很好，到他能打开的程度啊，都相当的自由，并且还在增加当中。我告诉他，他的左手腕上的结现在已经缩小了不少，如现在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逐渐在变小的样子。他说真好睡啊。那这一节的内容呢就讲完了啊。那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和美好的一天啊！我们下一节再见。